同桌被誉为天才少女，只因她参加的所有考试都能稳居第一，并且每次都能比第二名不多不少，只多3分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悲催的万年老二。但我知道，同桌是个学渣，他绑定了万能考试系统，定律就是考试成绩永远比我高3分。他以为永远能压我一头，殊不知他的分数其实是掌握在我的手里。我拼命学习，并不是想超越他，而是想看他从高台坠下深渊。同学们，全省联考分数出来，第1名和第2名都在我们班。大家猜猜是谁？讲台上的班主任杨春平眉飞色舞，脸上止不住的笑意。不用猜，我也知道这次的第1名仍然是同桌赵倩倩。果不其然，班主任公布结果，让我们恭喜赵倩倩再一次获得全省联考第1名。台下爆发雷鸣般的掌声，赵倩倩在众星捧月中笑颜如花。第2名就是她的同桌王诗琪，让我们同样给予她热烈的掌声。同学们不情愿地拍起手来，稀稀拉拉的掌声中，甚至还夹杂着1、2句嘘声。王诗琪天天都在埋头苦读，每次还不是比赵倩倩差3分，书呆子就是书呆子，永远也比不上天才少女。同桌赵倩倩被誉为天才少女，只因她参加的所有考试都能稳居第一，并且每次都能比第2名不多不少，只多3分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悲催的万年老二。一开始，我真以为赵倩倩是天才，平日里在学校，她与我这类埋头苦读的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很少看见她学习，反而热衷于追逐明星，打扮自己。我对赵倩倩崇拜得五体投地，甚至主动申请和她做同桌。为了超过她，我更加拼命地学习，牺牲了多少个周末和夜晚，一遍又一遍地复习笔记，做模拟题，甚至在梦中都在解数学题。我天真的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，总有一天能重回第一。直到某次校内考试，我考砸了。奇怪的是，赵倩倩同样也发挥失误，但还是刚刚好比我多3分。我顿时心生疑惑，怎么会这么凑巧？每次她都会比我高3分。从那以后，我默默观察起赵倩倩的一举一动。偶然间，我发现她在自言自语，与一个名叫系统的家伙在交流。那时我才恍然大悟，赵倩倩绑定了万能考试系统，定律就是无论参加任何考试，分数永远都比我高3分。王诗琪，你的第一永远也抢不回来了，还是安心当万年老二吧。后排的周洋用笔直戳我的脊梁骨，他现在是赵倩倩的忠实舔狗。以前我当第一时，他也疯狂舔我。后来赵倩倩转学过来，一考成名，他转头就围着赵倩倩转了。我心中冷笑，赵倩倩的成绩还不是掌握在我手里，我现在把她捧多高，以后她就会摔多狠，你们就等着打脸吧。课后，班主任两眼放着光，笑着将赵倩倩喊到了办公室。倩倩，恭喜你入选了清北少年班。清北大学是我国顶尖学府之一，万千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。我们学校已经连续5年都没有人考上清北大学。赵倩倩听到这个好消息后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乐得合不拢嘴。谢谢老师，这都离不开您的栽培。而后她话锋一转，向班主任打听起我来。对了，王诗琪呢？她是不是也被选中了？毕竟我们俩成绩不分上下。那个书呆子也入选了。班主任满脸嫌弃，撇了一下嘴巴说，不过他听说你也入选了少年班，认为以后没人和他抢第1名了，就拒绝了。他真是书读傻了，还说什么一定要通过高考证明自己。我看他真是痴人说梦，哪一次考试他考得过倩倩你的？班主任还在絮絮叨叨说着，心里对我满是怨气。赵倩倩听说我不去少年班，忙不假思索地开口道，杨老师，我也不想去清北少年班。班主任瞳孔骤缩，一口气差点没缓过来，良久才开口道，倩倩，你可是我最看重的学生，可想好了呀？还是回去和家长商量一下吧。
赵倩倩果断地开口，没有片刻的迟疑，道：“老师，我想好了，我也要和王诗琪一样，用高考证明自己。能教出考上清北的学生，无疑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。凭借这样的成就，班主任杨春平就可以一跃成为名师，对将来的评级评优也有莫大的帮助。”眼看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走了，班主任气得脸色铁青。赵倩倩何尝不想去清北少年班呢？只是她心里清楚，没了我，她什么都不是。当赵倩倩回到教室时，刚才在办公室发生的一切已经在校内传开。同学们得知后，纷纷指责我起来：“王诗琪，你什么意思？拉我们倩倩下水？倩倩为了你，连清北少年班都不去了。没想到王诗琪，你是个这么自私的人，好好的少年班不上，非说要考状元，我看真是学傻了。就算再怎么努力，还不是万年老二？我看还不如退学算了，丢人现眼。”赵倩倩垂下眼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。她想利用舆论的压力逼我就范，逼迫我去读少年班。如此一来，她也就不用错过这难得的机遇。可我怎么能让她称心如意呢？我推了推眼镜，隐藏起眼底阴郁。既然大家都不喜欢我，那我退学算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参加考试了，也不会跟倩倩争第一了。赵倩倩听到我这么一说，吓得赶紧拉起我的手，安慰道：“诗琪，同学们都是开玩笑的，你千万别自暴自弃。我相信，只要你努力，肯定可以超越我的。”赵倩倩心里明白，如果我真的缺席了考试，那么她立马就会现出原形，一直以来精心维护的伪装也会瞬间崩塌。我没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继续收拾书包，说道：“倩倩，你别安慰我了，我只会死读优书，怎么会超过你这个天才少女呢？”赵倩倩以为我真要退学，她瞬间慌了，拍桌而起：“诗琪，算我求你，不要退学。”同学们没想到赵倩倩反应这么大，投来异样的目光。她也意识自己的失态，赶紧找补：“我的意思是，诗琪，再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如果你因为我而退学，我又怎么会心安呢？”我依然不为所动，沉默地背起书包，推开人群走出教室。“王诗琪，你给我站住！”赵倩倩冲出来，喊住我：“如果你退学的话，我也跟着你一起退学。”我轻蔑一笑，懒得和她再说，挥了挥手，出了校门。我心里清楚，如果这次我进了清北少年班，那么我将永远摆脱不了赵倩倩，以后整个大学甚至研究生生涯，她都会阴魂不散地纠缠我，压我一头。我永远都会活在她的阴影之下。即便我指认赵倩倩有考试系统帮助作弊，也不会有人相信我的话，他们只会觉得我学傻了，笑话我是个疯子。我必须想个万全之策，将赵倩倩永远踢出局。回到家，我呆坐在椅子上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打开电脑，下起了围棋。从小我就对围棋有着浓厚的兴趣，这一爱好不仅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，还激发了我的创造潜能。在学业上，我也得以触类旁通，成绩始终名列前茅，稳居首位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优秀的人往往会被人惦记，只是没想到我会以这样的方式成为赵倩倩的垫脚石。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复制我的成果，我的努力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泪水悄然滑落，每一滴都承载着我心中的不甘。无力感占据全身，仿佛所有的努力和希望都被无情地剥夺。我试图压抑这种情绪，但它们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无法阻挡。谁惹我宝贝闺女不开心了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爸爸走到了我的身后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平复情绪。“爸，我转过头，话却哽在喉间，不知从何说起。爸爸拍了拍我的背，安慰道：“乖闺女，你不用说了，爸爸都知道。我和赵倩倩住在同一个小区，我们俩的爸爸也都在同一个单位上班，只不过我爸爸的职位比他爸爸高一级，因此每次学校一有风吹草动，赵爸爸都会在单位大肆宣扬，
字里行间流露出赵倩倩的出色之处，言语间处处显摆她女儿比我厉害。即便如此，爸爸也从来没有责怪我一句。爸爸拿出棋盘，笑眯眯地对我说道：“闺女，咱爷俩好久没下棋了，来一局。我的棋艺很厉害。”爸爸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我步步为营，眼看胜利在望，却因一时大意，将一枚看似无关紧要的棋子放置在了错误的位置上。这一失误，就像是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激起了层层涟漪，局势急转而下。原本处于优势的我，最后满盘皆输。爸爸风轻云淡地说道：“闺女，你看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永远也不知道谁会笑到最后。这一局棋，本是我精心布局，却因为一时疏忽而功亏一篑。”我下定决心，郑重地说道：“爸，你相信我吗？”爸爸笑了起来：“傻闺女，爸不相信你，还能相信谁呀？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问他：“那我接下来说的事情，违背了我们既有的认知，你还会信我吗？”他见我这样，也严肃起来，说道：“闺女，爸爸永远信你。”得到爸爸的保证后，我把赵倩倩绑定系统的事情以及我的计划全盘托出。他听后没有任何质疑，只是担心地问我：“闺女，你决定好了吗？”我的眼睛再次湿润。天下只有父母好，在他们心里我永远都是一块宝。有了爸爸的支持，我瞬间信心满满。我相信我一定能成功。这是一步险棋，但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破局之策。赵倩倩，你就接招吧，我斗不过系统，还斗不过你吗？第二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温暖的被窝上，我还在沉睡之中，爸爸就按照计划去学校帮我办理休学。他的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，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。杨老师，我们家诗琪最近学习压力有些大，可能需要暂时离开学校一段时间。一时间，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在学校里传开，王诗琪的脑子是不是真出问题了？考不到第一就不来上学了？那他的心理素质也太差了吧？难怪一直是万年老二，甚至有人开始质疑我的成绩。王诗琪之前不会是靠着作弊考到第一吧？现在考不过赵倩倩，就开始自暴自弃了。而赵倩倩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整个人都僵在那，面色如纸般煞白，嘴唇微微颤抖，似乎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最终却什么声音吐也没能发出来。很快就到了下一次全省联考，成绩揭晓后，所有人都大跌眼镜。我如愿以偿取得第一名，而赵倩倩却因缺席考试没有成绩。赵倩倩站在光荣榜前，握紧了拳头，双眼气得猩红，眼神如刀子，恨不得剜了我。她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气得直发抖，说道：“王诗琪，你这个小人，我原以为你真的打算退学，还特意帮你说话，没想到你是在耍我，不想让我去参加考试，好篡夺我的第一。此次全省联考，赵倩倩以为我不会参加，她担心自己孤身一人考试，可能会暴露真相，于是找了个借口，也没有去应试，而这恰恰正中我的下怀。”当赵倩倩得知我出现在考场的消息时，已经为时已晚，错过了2门考试，即便她接下来的考试全部获得满分，也无法超越我。我冷笑道：“赵倩倩，是你自己没参加考试，怎么赖在我头上了？况且我只是没来学校上课，也没说要退学，更不会不参加考试。我看是你自己心里有鬼，不敢来考试吧？”同学们听见我们的对话，情绪激动地围过来，纷纷为他打抱不平。“王诗琪，你真不要脸，耍这样的花招有什么用？下次还不是考不过我们倩倩？也就我们倩倩人美心善，才会相信你的鬼话。”赵倩倩走到我面前，目光如刀般锋利地逼视我，开口说道：“王诗琪，你敢不敢跟我来一场真正的较量？”我迎上她的目光，轻轻挑眉：“有何不敢？较量什么？”他的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意，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就比下次联考谁得第一。
我没想到他这么蠢，迟疑了片刻，他却以为我怕了他，出言挑衅：“怎么怕了？”我冷哼：“好，比就比，谁怕谁。”他见我答应，满意的离去。我看着他被众人簇拥离开的背影，心里冷笑：赵倩倩，你的成绩还不是我说了算？想考第一，门都没了。又过了1个月，第3次联考的分数出来了，同学们都知道赵倩倩在和我打赌。教室里弥漫着期待与紧张的气氛，成绩表被贴在了黑板的最显眼位置。赵倩倩双腿交叠，敲着二郎腿，差遣舔狗周阳为她查看成绩。周阳，你去看看，这次谁是第一？他一脸得意，嘴角不禁勾出一抹不屑的微笑，开始嘲讽起我来。王诗琪，输的人学小狗叫怎么样？我没理他，因为我知道这一次我赢不了他，但他也休想赢我。周阳看了半天才回来，支支吾吾道：“倩倩，你比王诗琪高3分。”赵倩倩听到这话，脸上的笑容更加嚣张，说道：“我就知道，我肯定是第一。王诗琪，你又比我少3分，你拿什么和我比？”倩倩，周阳打断了他的话，语气里带着点犹豫，说道：“这次第一并不是你。”什么？赵倩倩笑容凝固，满脸不可置信。我不信。她边说边走向黑板，粗鲁地拨开人群，都给我让让！光荣榜榜首，赫然在目的是隔壁班的刘闪，而赵倩倩和我的成绩排在光荣榜最后一列，她第99名。我100名。赵倩倩原来姣好的面庞因为愤怒而扭曲，她猛地用手指向我：“王诗琪，你故意的，你是不是知道了？你一定是故意的。”周遭的空气都变得凝重，同学们哪里见过这样的赵倩倩，不由自主地为她让出了一条路，没有人敢靠近她。我装作听不懂她的话，开口道：“什么故意不故意？我是因为失误没有考好。你也是吗？赵倩倩，就算你永远会比我多3分，那又怎么样？你的分数掌握在我手里，我不想让你第一，你就永远当不了第一。他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却又不服气。有本事你再和我比！我不以为然。比什么？就比我们俩谁能考上清北。赵倩倩信誓旦旦，她知道我不会拿人生大考开玩笑，肯定会全力以赴。这种2败俱伤的极端方法，我自然也不能用在高考上。我嗤笑，满不在乎地耸耸肩。好。你到时候可不要哭鼻子哦！赵倩倩眼睛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傲慢。哼，我们走着瞧吧，看谁笑到最后。我心中冷笑。赵倩倩，你就准备自食恶果吧。6月的盛夏时节，天空湛蓝如洗，万里无云，阳光毫不留情地倾泻而下，将大地炙烤得如同火炉一般滚烫。期待已久的高考终于如期而至。随着最后交卷铃声的响起，我交上了一份令自己满意的答卷。跨出考场的那一刻，一阵风吹来，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。身后传来周阳的声音：“哟，这不是未来的状元王诗琪吗？”我转头一看，他和赵倩倩并肩走来。我歪头冷笑：“舔狗终于上位了。”周阳被我激得恼羞成怒，挥着拳头：“王诗琪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等成绩公布，你就知道我们倩倩的厉害了。”赵倩倩挽过他的手，安抚道：“杨仔，在意这种人干嘛？他注定是要被我踩在脚下的。有时候我真羡慕赵倩倩，什么话都不用说，一个眼神就有人为她冲锋陷阵。只是不知道，等最后的结果出来时，还有没有人愿意这般维护她了。”我强忍下嘴角的笑意，意味深长地对着他们说道：“赵倩倩，好好珍惜这最后可以得意的时间吧。”赵倩倩听见我这么一说，脸色沉了下来。“王诗琪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……”她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安，试图安慰自己：“不可能，我不相信你会拿高考开玩笑，更何况你还跟我打赌要争第一，不是吗？”呵呵，你猜呀。我向他投去一个难以捉摸的笑意，随后转身离去，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给他。赵倩倩气急败坏地直跺脚：“
你给我回来，把话说清楚。”周阳则不明所以道：“倩倩，你怕王诗琪干什么？他连你一个小拇指都赶不上。赵倩倩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，就意味着把命运的控制权也交给了我。让一个人处于担心和害怕之中，无疑是最为折磨人的。想到接下来途的10几天，赵倩倩恐怕不得不在焦虑和不安的煎熬中度过。我就忍不住大笑起来：“赵倩倩，你欠我的，是时候该还回来了。”众所周知，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前几天，各大高校会获得一些内部消息，提前争抢分数顶尖的优秀学生。按照赵倩倩以往的成绩，这次必定是状元，自然也会有不少高校来争抢。学校也早已提前准备好了庆祝的横幅，就等成绩公布的那一刻。然而，直到查询分数的当天，赵倩倩和我都没有提前收到录取通知，所有人都沉浸在紧张之中。赵倩倩也从一开始的焦虑期待变成了恐慌。我坐在电脑前，手指轻触键盘，输入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，屏息等待系统加载。当成绩页面跳出来的那一刻，我如释重负，最终的总成绩与我预估的相差无几。我嘴角勾起微笑，不禁开始想象赵倩倩看到成绩时的错愕表情。叮叮叮，叮叮叮，手机的铃声突然响起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低头一瞥，只见屏幕上显示着来电者的名字，正是赵倩倩打来的。想必此时的她一定气急败坏，难以正视自己的分数。我刚接起电话，她便急不可耐地问道：“王诗琪，你考了多少分？”我如实告诉她：“不高，只有550分。”她听见我这么一说，显然松了一口气。“诗琪，你不觉得这个分数有问题吗？我知道你平时的成绩，就算失误也绝不会考这么低。”我假装不解道：“有什么问题？高考分数不都是机器算分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”他听见我这么说，愤怒地向我吼道：“王诗琪，我看你真的是学傻了。”隐约间我听见赵倩倩爸爸的声音：“倩倩，是不是分数算错了？你要不找夏阳老师问问呢？”对于班主任杨春平而言，这个消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所有人都认为我和赵倩倩考上清北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不会有任何悬念。学校甚至早就将喜报写好了。然而，随着高考分数的出炉，这一切都变得遥不可及，让人措手不及。第二天，我和赵倩倩被双双喊回学校。班主任脸色冰冷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失望，甚至夹杂着难以抑制的愤怒。“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考得这么差？”赵倩倩此时还想狡辩：“杨老师，我想肯定是哪里搞错了。”随即他转过头来，目光与我交汇，道：“一定是分数算错了。诗琪，我们申请复核吧。赵倩倩知道我的真实水平，即便我失误，也能考到650，绝不会只有这么点分数。”我假装心态爆炸，不愿面对现实，两眼放空地说道：“就这样吧，我不想核对了。我觉得我的分数没问题。”班主任听见我说的话，脸色更加难看，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对我说道：“诗琪，你不是之前一直说要考状元的吗？老师一直都认可你的实力的。现在这分数很明显不符合你平时的成绩，肯定是哪里弄错了。听老师的话，申请复核吧。”一旁的赵倩倩仍然抱有幻想，也帮忙搭腔道：“就是诗琪，我了解你，这分数肯定不是你的真实水平，你总不会胡乱答题丢分吧？”我心中暗自思忖，为什么不会呢？我为了考低分，故意在许多会做的题目上闭着眼瞎写，无人能够理解我那一刻的心境，那种明明答案了然于心，却不得不故意写错的苦衷。我故作沉思，假装被他们说服，勉强回道：“好吧，那就复核吧。”心里却在发笑：“赵倩倩，这可是你自己选择的路，可别后悔。”复核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经过确认，我的成绩没有错误，但赵倩倩的分数的确存在问题。
他实际的成绩要比万能考试系统给的低100多分，只有438分。我没想到赵倩倩的成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差，这个分数离本科线都差30分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渣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赵倩倩难以置信地跌坐在地上，口中不断重复着这句话，眼神中充满了绝望。她突然像是发了疯一样，情绪失控地朝我大声咆哮道：“王诗琪，你真狠！我真低估你了，竟然拿自己的前途跟我作对！我不相信这样的分数你会甘心，你肯定会选择复读，我会一直跟着你，你休想摆脱我！这样的成绩，我怎么会甘心？如果不是因为赵倩倩与系统绑定，此刻我本应在享受高考状元的荣耀，享受着众人的赞誉和羡慕的目光。考场上，我在草稿纸上作答，每一个计算步骤都无比清晰，每一个得出的答案都与标准答案完全一致。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我那时的心情，那种失落和不甘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我作对。状元的桂冠本应属于我，然而现在，因为赵倩倩这个卑鄙小人，我不得不做出下策，只留下无尽的遗憾。想到这，我的眼神更加阴鸷狠毒。我俯身贴在他的耳边，轻声说道：“想一直跟着我？好啊，我在清北大学等你。以及……”我顿了一下，嘴角含笑：“你的系统。”他听见我这么一说，脸色瞬间刷白，身体摇摇晃晃，再也支撑不住，晕了过去。赵倩倩，你还想跟着我一起复读？我怎么可能还给你吸我血的机会？他肯定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我已经被清北大学录取了。20天后，我收到了来自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凝视着那金光熠熠的清北大学4个大字，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。多少个日夜的不懈奋斗，终于让梦想成为现实。我特意发布了一条炫耀的朋友圈，照片中，我手持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兴奋。如我所料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他们心里都很清楚，即便清北大学降低录取分数线，以我的成绩，也难以触及这所顶尖学府的门槛。这个消息迅速传开，一时间谣言四起，学校里开始流传这样的说法：我的爸爸利用职务之便走后门，送我去了清北大学。谣言止于智者，我以为大家都能明辨是非，没想到赵倩倩却信以为真。几天后的晚上，我收到了赵倩倩发来的消息：王诗琪，你等着吧，我已经实名举报你爸滥用职权。你不仅去不了清北上学，我还要把你爸拉下马，用优不了多久，你爸的位置就是我爸的了。哈哈哈，我在复读学校等你。我翻了一个白眼，懒得回他消息。赵倩倩大概极度的发疯了，如果她愿意花些时间上网搜索，或者给学校打个电话咨询一下，就能明白我是如何被清北大学录取的。在休学的这一段时间里，我重新拾起了围棋这项特长。原本我就在围棋上有一定的天赋，一直以来都对它抱有浓厚的兴趣。加之我想通过围棋特长生途径进入清北大学，更是憋足了一股劲儿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围棋的学习和训练中。经过长时间的刻苦训练，我在全国围棋锦标赛中一举夺得了业余组比赛的第1名，获得了一级运动员的荣誉称号。正是凭借这种方式，我另辟蹊径，以围棋特长生的身份被清北大学录取。而赵倩倩的举报不仅没对我造成任何影响，她自己却遭到反噬。在调查我爸爸的过程中，意外揭露了他爸爸赵伟杰的违法违规行为。赵倩倩的爸爸曾经不止一次向班主任杨春平送高价礼物，并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，给班主任提供行业内部的敏感信息，以此非法获取了大量利益。而班主任之所以处处打压我，这背后也是赵倩倩爸爸的唆使。与此同时，班主任还暗中煽动部分同学排挤我，试图以这种方式让我在学校里难以立足，打垮我的心态。
本该为人师表的老师，竟然会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，突让人始料未及。此事一经曝光，在教育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。班主任杨春平也理所应当被学校辞退。至于赵倩倩爸爸为什么会采取这些手段，据他说，是因为无法忍受我爸爸在单位里对他造成的压力。他们俩年纪相仿，又几乎同时进入单位工作，但一直以来，我爸爸在工作上总是能够略胜他一筹，这让赵倩倩爸爸感到极度的嫉妒和不满。这种心理逐渐让他心态扭曲失衡，最终走上了不归路。赵倩倩爸爸很快也被单位解聘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他们俩利用行业内部信息非法获取利益的恶劣行为，也受到了相应法律制裁。至于赵倩倩，高考已经尘埃落定，留给她的只有3条路，一条是复读，另一条是上大专，最后一条就是直接进入社会。赵倩倩深知她的系统与我绑定，一旦脱离我，她必将原形毕露，再也考不到高分。所以高考后，她原本是想去读大专，但她的爸妈却还做着第2年能考取状元的春秋大梦，坚决反对她去读大专，执意要求她复读，甚至威胁她，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意愿复读，就断了他的经济来源，让他自己进入社会自生自灭。面对爸妈的坚持和压力，赵倩倩虽然内心十分抗拒，但最终还是无奈地顺从他们的安排。然而，复读的结果并不如人意，赵倩倩的压力越来越大，考试成绩也越来越差。无奈之下，赵倩倩只得退学，进厂打螺丝。我再次见到他时，只听见他在向同事炫耀高中时期的辉煌历史，言谈间似乎带有些许疯癫。多年之后，我在周洋的朋友圈看见他和赵倩倩的婚纱照，那时的赵倩倩面容已与高中时大相径庭，原本光亮的眼眸变得黯然失色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消息。在那之后，他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，杳无音信。新生活的大门缓缓向我敞开。我漫步在清北大学蜿蜒小径上，感受着那股朝气蓬勃的活力。原本我计划在大2时提交转到数学专业的申请，却因为一件事意外地提前了，那就是1年1度的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。这是全国性的赛事，也是大学生数学界最权威的赛事。在老师和同学们充满疑惑和不解的目光中，我作为一名金融系专业的学生，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数学专业组的竞赛。又在众人诧异之下，我以黑马之姿在地区赛中脱颖而出，以满分的成绩一举夺得第1名，雄鸡一唱天下白。这完美的成绩不仅仅在数学界，乃至整个社会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2. 王诗琪，我的名字因此渐渐被更多的人所熟知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关注。然而，随之而来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，甚至有人放下狠话：王诗琪高考数学只考了70分。数学是最诚实的学科，会就是会，不会就是不会，成绩骗不了任何人。我敢打赌他肯定作弊了。如果我质疑的不对，我愿意赔偿王诗琪500万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人翻出我在高中时期的成绩单，用那些优异的成绩为我证明。面对媒体的采访和追问，我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，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：决赛时我会现场直播答题的全过程。此言一出，犹如投石入水，激起千层浪花，无疑在吃瓜群众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。他们满怀期待地盼望着这场前所未有的直播盛宴。决赛之日，我如约而至，准时出现在了现场。面对全国亿万人民的热切关注，我从容不迫地坐在了直播镜头前。考场里宁静而庄重，所有人都屏息凝神，期待我的表现。我迅速进入了最佳状态，握笔生花，每一个思路都清晰明了，每一个答案都准确无误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直播间被吃瓜群众挤爆，公屏上留言快速滚动。我瞄了一眼，
大多数观众都认可了我的实力，只有少数人还在嘴硬。我冷哼一声，并不在意。正如质疑者们所说，数学是最诚实的学科，会就是会，不会就是不会，成绩会给出最终的答案。1个月后，结果出炉，我的名字王诗琪再次荣登榜首。这一刻，所有曾经对我的质疑声都如同晨雾般消散殆尽，整个世界都为我沸腾。我一夜封神，成为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。媒体们纷纷对我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，他们用各种华丽的词藻来形容我，给我冠以天才少女的美誉，仿佛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迹。但我自己知道，我只是拿回了本该属于我的荣耀。当我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时，所有的付出和汗水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完美的回报。这一次，我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实力，站在了金字塔的最顶端。至于某位质疑人提出的500万精神赔偿，他也说到做到，在成绩出炉的第1天就双手奉上，而我则大手一挥，将所有钱都捐给了学校，建了一栋教学楼，取名为诗琪楼。微风拂过，温柔地掠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，它携带着花的芬芳，穿过树梢的缝隙，轻轻地拂过每一片树叶，仿佛在低声细语，抚平了我心灵深处的褶皱。回头看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；向前看，前路漫漫亦灿烂。第1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不要走开，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。高考当天，我妈把捆住手脚的我送进了王伯房里，她情真意切地对我说：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？将来不都还是嫁人吗？反正你嫁谁不是嫁？我看你王伯就挺老实的，你呀，就是学习太好了，这不就把你弟给比下去了？叫别人怎么看他？你的彩礼钱正好留着给你弟买房子，谁让你是姐姐呢？你就该给他铺路。那天我把王伯的头打破了，亲妈把我从7楼推下来，双腿截肢瘫痪。瘫痪的4年里，我受尽身体的折磨，而弟弟拿着原本属于我的毕业证，风光无限。我死在了无人问津的雨夜，直到我再次睁开眼睛，我把下了药的水泼在我妈脸上。那是你儿子，又不是我儿子，我管他死活。这次没人能阻挡我读大学，去清华的人只能是我。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，到底有多惨？我是被我妈晃醒的，她将水推到我的手边，难得的温柔。来弟，喝点水再学习吧。你个女孩子学那么多做什么？将来不还是嫁人吗？倒不如趁现在年轻，妈给你挑个老实人。前世我以为他只是文化低眼界浅，说出来的话是不好听，但对我的关心是真的。可知道我被他送到老光棍的床上，我才明白他只是单纯的心坏。他亲手关上了我希望的大门。别怪妈狠心，要怪就怪你棱角太利。妈只希望你站在弟弟的身后，能多帮衬就多帮衬他，而不是处处跟他比。就算你考得再高又怎么样？你只是个女孩呀，女儿哪能跟儿子比呢？我跟他求救几次，第1次他把我的手脚绑起来，第2次他把我送到了老光棍床上并锁上门，第3次我摔下楼时，他嫌弃地捂着口鼻。他轻飘飘的一句脏，就如同利刃扎进我的心口，反复搅动血肉，我疼得晕了过去。他从来不爱我，或者说他厌恨我身上的光芒盖住了他无能的儿子。他是南拳下忠实的信徒，而这些是我在瘫痪的4年里慢慢参透的。此时，我接住了他递过来的水杯，在他期待的眼神下，将那杯水泼在了他的脸上。我妈吓得往后一退，开口骂道：“死丫头，你学习把脑子学坏了呀？你泼我做什么？我就说养你还不如养条狗，没良心的东西！”我将手里的杯子砸在地上，直接发起疯。就你那点心眼，全都用在自己女儿身上？怎么，我是你的仇人吗？拦着我不去高考，就你儿子那蠢笨如猪的脑子，又能考上什么好学校吗？他连我1半分数都考不上。我是女孩怎么了？不还是比你儿子强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把他踩在脚底下，而且我还要去考清华北大，
不为别的，单纯就想气死你们。我妈气得直翻白眼，捶着胸口，快要瘫倒在地。这时候，她的宝贝儿子走进来：“姐，你不是发了奖学金吗？快给我，我要去换新手机。我妈说过，大的就应该让着小的，所以每次菜我只能吃她剩下的，文具用她用旧的。她说什么我听什么。我读书争气，得来的奖学金也都上交给她。我就是她的自动取款机，就像现在，她伸出手，趾高气扬地看着我，跟你说话呢，聋了吗？快把你的奖学金都给我。”我礼貌一笑，对着他的脸就是个大鼻豆子。钱没有，大鼻豆子多的是，还要吗？我弟打小就被宠惯了，哪见过这种阵势，直接躲在了我妈的怀里，嘤嘤哭泣。妈，姐姐她打我，她这个贱人竟然打我！你管管她呀，把她的奖学金抢给我，你剁了她的手啊！我弟越想越气，脑子跟不上嘴，把他们定好的计策也都说了出来。不是说把他卖给王伯吗？怎么还不卖呀？我还等着用他的彩礼买车呢。妈，你快把他卖了呀！我妈捂着弟弟的嘴，神色尴尬。你怎么能打弟弟呢？有没有点姐姐的样子？妈，不是跟你说了，弟弟还小，你要多让着他吗？他想要奖学金你就给他呀。反正你学习那么好，还差这么点奖学金吗？都是一家人，你的不就是他的吗？给他怎么了？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打开书包，叹了口气，故作无奈地说道：“妈说的有几分道理，道理个屁！”我弟美滋滋地过来，不忘贬低我，算你这个贱人识相！啪！我又给他一巴掌，我撕破了他的名牌衣服，将他的鞋子扒下来扔出院子，把他的手机砸了个稀巴烂。在他的哭声里，我越战越勇，把他那些手办也都摔在地上。我弟疯了，妈，他就是疯子，他有病。妈，你别拦着我，我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！我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把刀，挑了挑眉。我记得这把刀也是用我钱买的。从今天起，你们谁也别想打我钱的主意，我的就是我的，谁也不让。我妈，你疯了是不是？我摇摇头，还没，不然早宰了你的宝贝儿子。当天晚饭是我妈做的，我坐下来的时候，她下意识地挪了挪屁股，小心翼翼地瞥了我一眼。吃完了饭就把碗洗了，女孩就该勤快点，不然以后说个好点的婆家都费劲。妈可都是为了你好，怕归怕，她还是在试探我的底线。我直接将碗放在了桌子上，指着我旁边的弟弟，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。我学习那么忙，就让我弟去洗碗吧。他不会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吧？毕竟学习不好，找不到什么好工作，将来去做个洗碗工也还是可以维持生计的。姐姐可都是为了他好。我弟狠狠地瞪了眼我，暗戳戳有病。旁边的奶奶拍了拍桌子，严肃的眼神落在我的身上。你也知道弟弟学习不好，也不知道督促点，背后偷偷学习，你是想证明什么呢？你们是一家人，应该相亲相爱才对。明天就是高考了吧？你呀，别光顾着自己写答案，帮衬下弟弟。我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奶奶是想我给他作弊，可他那么蠢，我就算把答案放他面前，他没准都会抄错，还会连累我。我弟咬牙切齿：“你才笨呢，你全家都笨。”我摊了摊手，对着奶奶说道：“奶奶，你也看见了，他这儿确实不太好。”我指了指脑瓜，奶奶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，直接一拍桌子命令我：“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的乖孙孙抄，不然我老婆子跟你没完。传个纸条怎么了？会要你的命吗？你弟又不是外人，你心怎么这么狠？他怎么会是外人呢？他可是我的亲弟弟，花我的奖学金把我卖给老光棍，吸我血肉长大，害得我瘫痪在床，郁郁而终。那个雨夜里，我听到他们又给弟弟买了新房，说他明天订婚，而我身下的毯子生了褥疮，也没人更换。从那时我就知道，我早没有亲人了。”我对着奶奶笑道：“怎么会呢？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！我比任何人希望弟弟考上好大学，毕竟我以后还想靠着弟弟呢。
这女人呐，再强，又哪里比得上男人？奶奶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可我又补充了句：条件是把我这些年的奖学金还回来。你们只有3分钟考虑。高考那天早上，奶奶脸拉得老长，不情不愿地将那几千块递到我手里，眼神恶狠狠地剜着我。我宝贝孙孙的考试就交给你了，他要是考得不好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。随即，他便怜爱地摸着我弟的头，将1根油条和2个鸡蛋递到他手里。奶的宝贝孙孙啊，好好考，你这么聪明，肯定可以考个本科的。奶在家就等着宝贝孙孙的好消息了，等你回来就给你去买新手机、新平板、新电脑，你要什么奶都去买。我弟盯着我手里的钞票，嘟囔着：死赔钱货，要那么多钱去买棺材呀？那都是我的，那本来就是我的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上车的时候却故意绊了他一脚，对着他竖了个中指。傻缺！讽刺的是，我跟弟弟是在同一间考场，而且还是前后排。临考前的15分钟，他揪着我的后领，很是嘚瑟：你成绩好又怎么样？你再懂事又怎么样？可你不还是个女孩？从出生你就输给我了，待会儿记得给我传纸条，不然我回去告诉奶奶，让她打死你这个赔钱货。我用圆珠笔扎在他揪着我后领的手背上，眼神冷漠：比畜生谁能比过你呀？在那场雨夜里，我所有的卑微、心痛、不解、怨恨和无奈，随着我呼吸断掉的那刻都死了。如今是全新且坚韧的我，对待畜生没必要心慈手软。我弟还想叫嚣的时候，监考老师已经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拿着密封的试卷。他踹了下我的凳子，压低音量：记得给我传纸条，你听到没有？试卷发下的那一刻，我的脑海里不断回放我妈将我推进老光棍的房间的一幕幕，我的手心也止不住冒着冷汗，心口拔凉拔凉的。而我弟，他还在后面傻逼地喊着：第一题选什么呀？你不是学霸吗？快写呀！愣着做什么？快告诉我选什么！我的思绪被重新拉回来，在试卷的姓名处写下李来弟3个大字。来弟来弟，什么来弟？我要绝地死地没地。等高考完了，我就去改名字。考试还剩20分钟的时候，我弟急了，他焦躁不安地踢着我的凳子，踢的频率越来越快，发狂地喊着：李来弟，快把答案给我，不然我要杀了你！李来弟，你死了吗？我举起手，满脸无辜地看着监考老师。老师，这位同学不知道怎么了，他一直在踢我的凳子。我弟傻眼了，手里的笔都吓得掉在了地上。慌乱间暴露了藏在试卷后的小抄，他发疯地喊着：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小抄不是我的，是李来弟的，他做的，肯定是他故意陷害我。在进考场前，我确实故意说出小抄的事，故意让他从我的书包里偷走小抄。可说到底，也是他的贪心钻进我的圈套，我还是满脸无辜。这位同学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你是不是考试太紧张了，开始胡言乱语？监考老师，他这样子，是不是应该去看病啊？这时，高考铃响了，也就意味着只剩下15分钟。而这短暂的15分钟，他也是被监考老师重点观察的对象。我弟情绪崩溃了，直接掀翻了桌子，他朝我冲过来，掐着我的脖子大喊：李来弟，说好了给我传答案呢，为什么不给我抄？为什么不帮我作弊？你护得那么严实，是故意的吗？你就那么想要证明比我强吗？你就那么喜欢跟我比吗？非要考得比我好吗？门外的保安冲进来，他们摁住我弟的手臂，将他往外面拖拽着。我弟还在喊：你考得再好也没用。我妈说了，女孩子读再多书都没用，回头就让妈把你给嫁了。赔钱货！我的眼眶很是湿润。监考老师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好好答题，女孩不比男孩差，不如你的人才会恼羞成怒、胡搅蛮缠，读书多可以帮你过滤掉人渣。当晚回家，奶奶就提着拐杖砸在我的背上：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！那是你弟弟呀，你亲弟弟，你给他抄下怎么了？早知道你这么绝情，当初你生下来的时候，
我就该摔死你。我揉着被奶奶打过的胳膊，哭得喘不上气。奶奶说的对，以后我不靠着弟弟，还能靠谁？都怪我第一次传纸条，没什么经验。奶奶愣了，喜笑颜开。哎呦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，不愧是奶奶一手带大的亲孙女。奶奶并不知道，我眼底脸下的不屑。那天我趴在她的身上，把她胳膊都压紫了。我弟拉着我奶奶的手，眼神里满是怒气。奶奶，你别听这小贱人的，她就是哄你的，胡说八道。要不是因为她，我怎么会被赶出考场？打死她！我要打死她！我弟朝我冲过来，拳头就要落在我脸上的时候，我却是抱着头蹲在地上哭。对不起弟弟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当时都写好了纸条，可是我太紧张了，我当时有点害怕。本来我鼓足勇气想把答案传给你，可你一直踢我的凳子，我就更紧张了。我弟还想揍我，我索性脖子伸过去，行行行，你打吧，你打死我吧，到时候鬼给你抄袭，就你那个成绩，你怕是连个大专都考不上。我弟怂了，我妈上前劝我，你这孩子也是，你弟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还不是为了你好，他要是考个好大学，给咱们老李家光宗耀祖，你爸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，你跟着后面不也有面子吗？下次有什么事别总想着告诉老师，不就踢下凳子吗？忍忍不就好了？你要知道，我和你奶奶年纪都大了，将来呀，还是你跟弟弟相互依靠，你们可是一家人，你要多帮衬帮衬他呀。我握住我妈的手，拍了拍她的手背，郑重地说道：“您放心，我会让爸看见弟弟的实力。这次我保准会让十里八乡都知道咱家有个李旺龙，知道他就是啃姐姐的吸血鬼，知道他就是个没脑子的大傻缺。”那天夜里，我出来倒水，看到奶奶房间的灯还亮着，他们恶毒地讨论着，拦住那小贱人，高考是有点难了，倒不如让他给咱们宝贝孙孙当垫脚石，等高考结束，就把他送给隔壁老王当媳妇。我弟鼓掌，并窃喜：“妈，那他的彩礼钱你可得多要点，我的车是不是就有着落了？看来那小贱人也还是有点用处。”我妈感慨：“女人嘛，不就这点用了？”考英语那天，我没再使什么幺蛾子，还特意将我的 ABCD 都大写。我弟吭哧吭哧抄得很是过瘾，事后还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李来弟，你早这样老实不就得了吗？你们女人啊，别老想着跟我们男人斗，你们呢，服务好我们就可以了。”我对着他翻了个白眼，而不远处的几个学渣走进来，他们勾着我弟的肩膀，这英语呀，真不是人写的，叽里咕噜的，我都听不懂说的什么。我这英语是完蛋了。旺龙，咱们呢，还是去找个厂上班吧。我看这大专都有点悬了。还有人打趣我弟：“李旺龙，你不是跟李来弟是亲姐弟吗？怎么你姐是全年级第一的学霸，你却是全年级倒数？你们姐弟俩差得这么远吗？”我弟不乐意了，甩开那人的手：“你胡说什么？她就是个女的，这辈子都别想追上我，我怎么可能比她差？那是我以前让着她，我李旺龙可是要考本科的，至少3本，等着来我家吃饭吧。我呀，可是跟你们不一样的。”其他人满脸诧异：“李旺龙，你高考把脑子考坏了？”我弟自信满满：“我要是连3本都考不上，我就把你的鞋底吃了。”而听到这话的我轻蔑一笑，重生归来，当然是要助力每一个梦想喽。后面的考试，我还是把选择题写得老大，我弟抄得不亦乐乎，甚至把我写着玩的 SB 都抄了进去。高考结束那天晚上，我妈做了一大桌菜，并对着我说：“来弟呀，妈实在是不忍心你学习那么辛苦啊，妈找个人照顾照顾你好不好？”我弟讽刺地说道：“女人啊，书读得越多，脑子越糊涂，还是早点嫁人吧。明天好好去相亲，不然我笑了笑：“谢谢妈，我肯定会去的。”他们似乎生怕我会反悔，所以在我一早醒来就拉着我去相亲了。相亲地点是在王伯家里。我妈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王伯虽然说年纪有些大，
但年纪大有年纪大的好，会疼人呐。你嫁过去了，也不会受什么委屈。我抽回手，冷笑：这么会疼人，你怎么不嫁？我妈脸色难看，还在努力打着圆场。孩子年纪小，嘴上没个把门的。他王伯你别介意哈，他就是个只会学习的木头脑袋。这会估计也是害羞，肯定是被他王伯你的魅力给折服了，说话都没头没脑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讥讽地瞥了眼油腻的王伯，做出呕吐的样子。请问我是有恋丑癖吗？或者说是恋老癖？拜托，他这种连合同的鞋子都不配，风干老腊肉还把我给迷花眼了。我是瞎了马我？你瞅瞅他的皮垮的，半只脚踏进棺材的人，怎么还打我个小女孩主意呀？羞不羞？王伯的脸更黑了。我弟也气得指责我：你有病吧？你把我未来姐夫气死了怎么办？那谁给我买车？妈，你能不能把他嘴堵起来呀？没点女人的样子。姐夫，我姐她不光学习好，买菜可以帮你快速算账呢，而且她还会洗衣做饭，肯定能伺候好你的。就是这彩礼能不能多给点？王伯有些犹豫，之前不都说好了10万吗？怎么临时改价？女人怎么这么物质？好现实，跟那些卖的有什么区别？此时再忍，我就白重生了，索性把桌子掀了，大发特发疯。去你大爷的物质！我有答应嫁给你吗？我有找你要彩礼吗？是你们非法买卖人口，你们将我当成商品，而利益都钻进了你们男人的口袋。怎么，到头来这物质的黑锅我来背？我将屋子里的窗户都砸破，将桌子上的杯子、花瓶、果盘也都摔碎，恶狠狠地看着我弟他们。你们比我想的还要丑恶。妈，我也是你10月怀胎生下的女儿，是你身上掉下的一块肉，为什么你没有一点点心疼我？你不把我当女儿看待也可以，我只奢求你把我当个人来看。我妈没有丝毫的动容，而是帮衬着我弟拿绳子给我五花大绑。她说：快把她给你送进王伯床上。这女人啊，只有生了孩子才肯老实。我被我妈亲手送到了老光棍王伯的床上，她摁住我不断挣扎的腿，看着我说：你弟弟年纪也不小了，他需要买辆车，将来才好娶媳妇啊。你作为姐姐，就该有所牺牲。我再次回想起了那个雨夜，身下的毯子已经生了褥疮，屋子里腐烂潮湿的味道让我喘不过气。我拼命去够桌上的水杯，可就是碰不到。他们在门外的也都是弟弟，没人记得我，就像现在，没人顾及我。他的语气是那样冷漠：给你王伯生个儿子，你这辈子也就有指望了。他把我王伯推进来，王伯则是焦急地拖着自己的衣裳，捧着我的脸：来弟呀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，你看你不还是给我生孩子吗？女人啊，只要会生孩子就行了。我冷漠地注视着他：王伯，你这样是犯法的。他很得意，不屑地说道：犯法？你有本事让警察来抓我，有本事让他们现在就抓我。这时，楼底下的警车声响起来，3、5个警察冲了进来，他们压住王伯的胳膊，女警察将我抱在怀里，拍着我的背安慰我：别怕别怕，有什么事跟姐姐说，坏人已经被抓起来了。我的眼泪含着泪水，伸出手指着王伯：姐姐，他把我绑起来，要我给他生孩子。可是我刚高考结束，我还是个未成年啊。王伯指着我妈他们，破口大骂：没有的事，他是自愿的，我都给了他们家彩礼了，我睡他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我拉了拉警察姐姐的袖子，又指着我妈：姐姐，是我妈非让我过来的，还说要把我说亲给王伯，我不愿意就把我绑进房间了。姐姐，我好害怕，我想上大学，不想被关起来生孩子。他们亲手将我送到老光棍的床上，我便将计就计，把他们都送进警察局，把他们送进舆论的中心。送我妈上警车的时候，我对着她笑笑：我故意的，是我做的，都是我算计好的。我妈对着我张牙舞爪，将我心里对她最后的仁慈也都撕碎。是他们一再欺压，他们拼了命的想把我最后一口气给掐断，那我索性就快点，再快点的
送他们上路。高考出分当天，我妈他们激动地放了一挂鞭，见人就说：“我们家望龙那可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算命的都说他以后是高官厚禄的命，哪是那丫头能比的？这次高考，望龙肯定会考个好本科。”邻居对着我妈泼了盆洗脚水，很是不屑：“走开，走开！我才懒得跟你这种出卖女儿的妈搭话。”晦气，其他人也对我妈指指点点，语气里满是鄙夷。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？为了给儿子买辆车，就把未成年的女儿送给老光棍，心肠可真黑呀！怪不得养出来的儿子也是肥头大耳，就会窝里横的。还好他女儿不像他，可怜他们家来地呀！这些年委屈喽，他儿子数学就考14分，还指望考本科，我看是专科都考不上。我妈气得眼珠子都瞪圆了，扯开嗓子对着：“不许你们说我儿子，我家望龙就是文曲星下凡，他就是最聪明的，肯定能考好学校。那个死丫头比不上他一根头发丝，3分钟可以线上查分了。”我也有些紧张地点开查分系统，李来娣总分720分。我还没来得及喜悦1秒的时候，房间的门就被我妈给踹开了。她冲过来，使劲地晃着我的肩膀，很是激动：“怎么会这样？你弟弟总分居然才100分，是你做的，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害他呀？那可是你亲弟弟呀！”我推开我妈的手，冷笑着说道：“您儿子可是文曲星下凡，他那么聪明，还需要我给他作弊吗？高考前天想给我下药，把我送给老光棍，被我识破后，你们只能暂搁计划。就这样，你们还想我给他作弊？你们喝我的血，吃我的肉，还要我给你们磕头作揖，想得不要太美。我就是故意的，就是想要他，连个专科都上不起。”我妈跌坐在地上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恶毒的女儿啊！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！李来娣，你个白眼狼！”我回过头对我妈笑笑：“忘了和你说，我打算改名了，就叫李死弟。”我出去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我弟被他的狐朋狗友围住，他们拍着我弟的肩膀：“李望龙，不是说要考3本吗？成绩出来了，你多少分啊？听说你姐考了700多分呢，你是他亲弟弟，考到他的一半没有？”我弟脸色难看：“他考多少关我什么事？读书好有什么用？我妈都说了，女人都再多的书也没用，以后还是嫁人生子。”有人抢过他的手里，点开他的浏览器历史记录，随即捧腹大笑：“哈哈哈，你就考了个100分啊？不是说要考3本吗？你就拿着100分去考3本呢？你怎么连你姐的一半都没考上？李望龙，你行不行啊你？哟，有些人不是文曲星下凡吗？100分的文曲星吗？我记得咱们文曲星高考时说了啥？考不上3本就来啃我的鞋底，对不对？”我弟有些害怕，准备往回跑，就被人给摁住胳膊。他跟个疯狗似的大叫：“我没有说过，我没，放开我，不然我告诉我妈了。”突然间他看见我了，将我视为救命稻草：“姐，你快来帮帮我呀！你是我亲姐姐呀，不能对我不管不顾啊！”那帮人见了我也有所忌惮，我却对他们摆了摆手：“你们随意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被惯坏的恶狗吗？总是要有人修理的，敲断牙齿，拔秃皮毛。”我转身的那刻，听到他对我大喊：“李来娣，你故意的，给我传假答案！你以为不让我上大学，你就能上了吗？就是死，我也要拉你下水！”所以当天夜里，我就听到他对我妈说：“我被这件人害得这么惨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只是不给学费、生活费算什么？我要李来娣去死！”他们阴谋的大手再次缠住了我的脖子，只是我早就不是过去的李来娣了。去填志愿那天，我弟把我叫住了，眼眶红红的：“姐姐，我想明白了，我之所以考得这么差，也不怪你，都是奶奶不好，是她非要把油条和鸡蛋分给我的，害得我这么晦气。姐姐，你是咱们李家的骄傲啊，轻轻松松就考了这么高的分，我应该多跟学习学习才对。倘若不是我早就听到了他们的阴谋对话，
或许我还真会相信，或许我还真对他抱有最后一丝期望。既然他想当知错就改的好弟弟，那么我配合他的表演，我就是善良大度的好姐姐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弟弟乖，虽然你们没有学习的脑子，但是也失去了好大学的机会啊。洗碗工、螺丝工还是服务员，总有一行适合你的嘞，毕竟是那么的聪明嘞。你可是李家的儿子啊，谁能跟你比呀？你是骄傲，是大骄傲，是从出生就赢了我，发挥超常，只是不小心阴阳怪气起来。我弟气的脸都绿了，咬着牙，姐姐教训的对。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一辆货车驶了过来，他抓着我的胳膊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李来弟，去死吧！”我妈对他这个儿子是真的上心，只要他一句话，买凶伤人的事也做得出来。他想把我推到车子面前，可没想到我快先一步踢开了他，并且将他新买的手机丢在马路中间。我弟眼里只有手机，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。我的手机，李来弟，你知道我新手机多贵吗？1万块呢，你买不起，摔坏了你赔得起吗？他说的对，我确实赔不起，好在这手机没有坏。而他倒在了血泊里，两腿鲜血淋漓。我蹲在他的身旁笑了笑，这次我还是故意的，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是个男孩，怪妈妈对你的溺爱吧。你有今天都是咎由自取。那天我妈也被警察抓走了，罪名是买凶伤人。我问了她最后一句话：如果今天躺在医院的人是我呢？我妈撕心裂肺地喊着：望龙怎么样了？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？他要有什么事，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。我淡漠转过身，擦了下眼角的流下泪水。果然，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，没想到到了这种时候，我还会妄想他们对我哪怕有半分的在意或者怜悯，哪怕半分。我弟躺在医院里，双腿截肢瘫痪，他一见到我，情绪格外激动，拿起床上的枕头朝我砸过来，恨不得冲过来咬断我的骨头。滚啊！你给我滚！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害我成了这副样子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的笑话吗？我走到他的床边，眼神讽刺：你还不算太蠢，我就是来看你的笑话。之前我还不明白你为什么讨厌我，原来是处处不如我，活在我的阴影下。你嫉妒我又想成为我，你和妈疯狂扑我，以为只要我停下脚步了，你就能追赶上来。可到最后，你就是个笑话呀！明亮的病房里，干干净净的被褥，他躺在那里，映衬着上辈子的我格外可笑。同样都是双腿截肢瘫痪，可我却是无人问津，被褥生疮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口都在发疼。而奶奶也是在此时走了进来，她赶忙护在了自己的宝贝孙孙面前，警惕地看着我：你个扫把星，克死你爸！害得隔壁老王和你妈都被关进去了，又害得我宝贝孙孙出车祸。滚！你个扫把星，给我滚呐！他抬起拐杖想要打我，可却被我紧紧攥住。您就不是女人吗？我们女人可以在家相夫教子，也可以去为建设美好社会做贡献，都是2只手2只脚。我们一定输给男人吗？为什么这么恨我的优秀？我也是李家的一员啊！我爸是做工累死的，王伯是他自己犯法，活该进监狱。至于我妈，讨好儿子谋害女儿，还有他，也是自己做的。他们哪个是无辜的？奶奶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冲过来使劲晃着我的胳膊。我不管，就是你害了我的宝贝孙孙，你去死！我要你去死！我扶着奶奶的肩膀，眼神冷漠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可怜你宝贝孙孙上不起大学，以后都是坐在轮椅上了。他这样，怕是不会有女人想嫁了。你的宝贝孙孙，完了，你们李家的香火可就要在他这里断了。奶奶崩溃地看着我，无力地跪在地上，而我则是掏出包里的录取通知书。我晃了晃通知书，对我弟说道：这张是清华的，这张是北大的。你不是想成为我吗？可惜你连站起来的能力都没有，你永远比不上我。我弟崩溃地抱头大哭。离开病房之前，我跟他们说了最后一句话：我不叫李来弟了，我改名了。
以后我是李胜男。9月，我独自提着行李箱去了大学，学费用的是之前的各种奖学金。明媚的阳光落在我的脸上，突然间一把伞落在我的头上，女孩笑靥如花。你就是那个全市第1名，我见过你。那时候我还是全年级倒数，丧失了所有信心。是你告诉我做事要不愧于心，从那时我就把你当榜样。我对他说：你好，我是李胜男，再见，过去的李来娣，未来的李胜男。我知道我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。